我覺得它海鮮真的是蠻豐富的，有蝦菇，哇，那個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哦，口感蠻 Q 彈鮮美的。甜點我最喜歡的是它葡萄酒凍了，吃起來非常的香甜，带點淡淡的紅酒香气，整個是蠻迷人的風味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 Mis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來到台北一家超級經典的大飯店，沒錯，就是我身後這一家圓山大飯店。今天我們要來吃它的 buffet 松鶴廳。很多人從小聽到大，但不一定有進來過。這裡的料理大概有100多道，從海鮮、生魚片、熟食、牛排到甜點，全部應有盡有。而我們今天的費用是1700加上10%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3.5個小時。朋友在正片開始之前呢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們就進去吃看看吧，跟着我們走 ，Let's go！嘿，朋友，我們終於進來圓山飯店松鶴廳了。哇，一進來這個場地是有挑高的哦，你一進來完全沒有壓力，而且空間是蠻大的，蠻舒適的，感覺有一種宮廷風的感覺。那我們剛剛珠寶台它的很多料理，包括海鮮、生魚片、牛肉、熱炒、港式料理，全部都拿了一輪。那我們先來享用生魚片，今天有天使紅蝦，很貼心的都幫你剖半剖好了。那我們先吃原味。哇，真的好甜啊！這個肉一入口不止 Q 彈的感覺，還帶點鮮甜的風味，整個口感是蠻好的。沾點 wasabi， 肉質真的是相當的鮮美。等一下歐文吃了一輪之後，這個等一下要多吃幾個。旁邊就是歐文最愛的鮭魚肉了，整個鮮橘色真的非常漂亮。一入口那種滑嫩的鮮甜感真是滿分，在咀嚼過程中那種油香氣整個爆發，相當的滿足。你沾點 wasabi， 像西瓜鮮紅色的鮭魚，當然不能錯過吧。相對鮭魚的滑順，鮭魚就多了一絲扎實的口感。吃了幾片，感覺到帶點筋，可惜了一些。旁邊半透明粉紅色的旗魚，當然也要試上嘍。旗魚的肉質就是淡淡的鮮甜味，再帶點綿密的香甜感，整個口感是蠻棒的。旁邊的握壽司當然也是要拿上幾顆吧。今天的握壽司好像蠻少樣的。我們現在嘗試豬夾魚，滑嫩的魚肉帶點淡淡的炙烤香氣，還蠻不錯的哦。旁邊的鮮蝦握壽司當然也要拿上一口吧。半透明的旗魚看起來是相當漂亮的。整體上握壽司口感都還是可以的，但比較可惜的是說醋飯的醋味比較少了一些。那創意手卷，這個外面是包了一層蛋的哦。再是相當漂亮的花壽司，旁邊的小甕還有栗子南瓜泥。再往旁邊一步就是它的熟海鮮部分啦、這邊有今天非常棒重點料理蝦菇，還有松葉蟹腳跟蝦子。那我們先來吃上最鮮美的蝦菇。哇，這個蝦菇鐵定是非常的新鮮的。歐文這樣輕輕的一拉，整塊肉都起來嘍。肉質的鮮甜感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是吃起來口感好像少了一種感動的滋味。但是那麼大塊的蝦肉吃起來是蠻舒爽。再就是非常大只的蝦子，那我們先幫它去殼吧。所以我們花了9981天，終於把蝦子的殼去完啦。整串蝦子就是舒爽。白蝦滋味就不用多說了吧，絕对是香甜彈雅的。接下來是松葉蟹腳。蟹腳的鮮香味是無話可說，但是整個吃起來水嫩感就少了一些，感覺都是乾乾的，沒什麼口感，真的是相當的可惜。再我們來吃一下蔬菜，非常脆口的芥菜，真的是相当的脆口。再来是高麗菜，相对於芥菜，高麗菜就多了清甜的爽口。接下來是街頭小吃炒米粉，還有炒豆干。相當推我的苦瓜，當然也不能錯過吧。歐文最愛的炒茄子，相當翠綠的青江菜，看起來是清甜可口。
相當漂亮的野菇派，感覺像是甜點蛋糕呢。菌菇的香氣是相當的濃厚了，上面再鋪上一層香甜的優格醬，層次香味相當足夠。那我們手上的炸春卷一定是非常的酥香的。外層是相當的酥脆爽口，帶點鹹香的口味，有點像素肉包的感覺。接下來歐文手上的爐烤牛肉以及羊腿，當然不能錯過吧。我們先來嘗一口肉質相當粉嫩的烤牛肉。肉質軟嫩，但是無話可說的。在咀嚼過程，鹹香的味道是愈加的濃郁，而且似乎不用什麼咀嚼就能馬上入口，真的是蠻舒爽。那邊邊烤的焦脆的地方呢，更有別一番的香氣。旁邊的烤羊腿也要來上一份吧。相對於牛肉的軟嫩口感，羊肉是走一個扎實的路線，吃起來相當的乾柴，但是又乾又硬的。我覺得朋友這個可以不用吃，沒關係。真的有點太硬了。旁邊脆口的德國香腸，當然也要試上一口。期待的脆口度是稍微不足，但黑胡椒香氣是相當濃厚的。歐文手上的宮保雞丁絕對是香辣可口，但它的雞肉有點太過於扎實，吃起來比較有拖泥帶水的口感，鹹度與辣度是相當的足夠的。旁邊還有竹筍燉排骨，醬香味非常濃郁的哦。雖然肉質有點乾柴，但是有軟骨就是舒爽。旁邊還有鮮味濃濃的烤牡蠣。旁邊還有那麼大隻的烤魷魚，比入口是相當足夠的炭烤香氣，再帶點鹹味，醬烤的香氣可以再多一些的話，口感會更加美味。在咀嚼過程那種 Q 彈感是越加的明顯的。相當漂亮的蟹黃燒麥，我們來試看看口感是如何。比入口那 Q 彈口感是相當的明顯的，拌嘴的鹹香的滋味，整個是蠻美妙的哦。再是香菇燒麥。還有翡翠餃，相當的漂亮哦。鹹香的滋味是絕對足夠的，綠色漸層顏色也是相當的漂亮。在入口咀嚼過程中，筋道的餃子皮吃起來是相當的對味。歐文手上的荷葉糯米看起來蠻像肉粽。再是芋泥包子，入口是那筋道的包子皮，芋泥的香氣是稍顯不足的，这是芝麻。相對於芋泥包，芝麻的香氣是更加濃厚的，帶點沙沙甜甜的口感，歐文是相當的喜愛的哦。再是奶黃包，奶味是蠻濃郁的，但比較可惜是它的奶黃不是歐文喜歡的流沙口感。公正包子。包子的鹹香味道是非常足夠的，但是它的肉餡是非常的少，包子皮是相當的厚重，比例失衡了一些些。那接下來我們再去拿甜點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陪我們這一輪把全部的甜點都拿回來嘍。這麼多的熱食，我們來喝點冷飲料吧。先來喝口茶。它冷萃烏龍茶喝起來像白開水一樣，雖然看起來是黃色的，一點茶味都沒有。再來是可樂。歐文就喜歡這種綿密的氣泡口感。接下來就是來嘗它的甜點啦。我們現在嘗試馬卡龍，它有3個顏色：橙色、綠色跟粉紅色，非常的香甜檸檬口味。就喜歡這種扎實、Q 彈、綿密的口感。再來巴斯克乳酪蛋糕，香濃的乳酪風味，帶點絲滑的口感，整個香氣是相當的足夠的。在這個小泡芙看起來是相當的可愛哦。表皮的酥脆口感是稍微欠佳了一些，但裡面的鮮奶油是非常的綿密絲滑。在歐文手上的百香果棒棒糖看起來是相當的可愛吧？外表用脆爽的白巧克力包裹，裡面是香甜的百香果，整個是相當的有層次。再是麻糬卷。淡淡的奶香味，再配合着香甜的鮮奶口感，整個是蠻有味道的。歐文就喜歡這種香糯的口感。旁邊的黑森林蛋糕，當然不能錯過它吧。
這黑森林蛋糕是有用心的，它的表皮的巧克力吃起来是一塊一塊，內餡稍微带點苦澀，是相當的有口感層次。手上的金棗慕斯吃起來非常的香甜，有點阿嬤止咳糖果的口感。再是草莓塔。塔皮的酥脆口感是相當的足夠，帶點奶香味，一入口的草莓香氣是有夠香甜濃厚。再來是綜合野莓杯，看起來蠻漂亮的哦，有點聖誕節的感覺哦。再來是糖葫蘆，外表相當脆口香甜的糖霜，口感是相当的酥脆，裡面包裹着是小番茄，多汁又香甜。歐文手上的抹茶卷，當然不能錯過它啦。旁邊的水果蛋糕看起來一點水果都沒有，應該是牌子放錯了。歐文最愛的提拉米蘇，當然也要試上一口吧。綿密的鮮奶油伴隨着苦澀的可可香氣，跟那個 Costco 的還蠻像的哦，只是說甜味沒那麼厚重。旁邊的草莓玫瑰慕斯上面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瓢蟲。再來是血橙慕斯。歐文手上的榛果巧克力慕斯，口感是如何呢？哇，这個很好吃哦！一入口的榛果香氣是相當濃厚，我覺得它口感有點像金沙的口感，還蠻好吃的哦。來這邊的話呢，推薦這個一定要吃。最後一個粉紅葡萄酒凍，含稍微的酒精，那上面還有麝香葡萄跟珍珠。淡淡的香甜味，在尾韻会感觉有點酒精的濃烈味道，真的是有葡萄酒的口感。所有的甜點，我覺得這個是最好吃的，可惜的就是它有含酒精，所以呢不能吃太多哦。嗨，朋友們，那我們這一餐就吃完嘍。我覺得它海鮮真的是蠻豐富的，有蝦菇，哇，那個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哦，口感蠻 Q 彈鮮美的。甜點我最喜歡的是它葡萄酒凍了，吃起來非常的香甜，帶點淡淡的紅酒香氣，整個是蠻迷人的風味。好了，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哦。如果喜歡的影片呢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歡迎你跟歐文說，你最喜歡吃哪一種海鮮、甜點還是牛肉呢？我是懂秘手歐文，吃貨永遠不會到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